林薇姐，我只是在帮他换下领带。你自己不会换吗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就是不想告诉你。陈雪，我以为你经历过这些，你已经可以成长起来，没想到你还是这么自私。我女儿的一生啊，你们把她的身子给毁了，她以后怎么嫁人啊？钱凑够了吗？差不多了吧，加上买车的。就你做的那些事儿，你觉得我该理你吗？向一征，我是不是还挺失败的？你指哪方面？对不起。又是微信，没诚意。先发微信再道歉，双重惩罚。无论是从前还是以后，不管是领带还是围巾，我都只想让你来戴。好了好了，我相信你，不用解释了。快进来吧。丁丁，最近真的是委屈你了，我都不知道你最近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作为男朋友，真是不称职。没有，那天我也太冲动了，有点失去理智。好久都没这么抱过了。对不起。好啦，都说原谅你，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。穆一寻的事儿你怎么都不告诉我？是因为生我的气吗？是怕你太累了才没告诉你，不怪你。不过现在问题都解决了，之前本来想找你帮忙来着，后来你太忙，一直也没机会跟你说。不过后来发现，依靠自己解决问题也很棒，说不定以后就不想麻烦你了。那可不行，你一定要麻烦我，而且只能麻烦我。你还说呢？你只顾着跟你那个舒医生亲热。我没有。你看，你看，话还没说完呢，电话又来了。他找我去图书馆查文献，不过我可以不去啊。要去，我陪你去。好呀，那正好路上你好好跟我说说，你是怎么和恶势力斗智斗勇的？走，走。一般这个角落没有人，我就会坐在这儿。坐那么偏，是怕别人打扰你吗？也不是，觉得这个位子很安静，适合睡觉。你占了一个图书馆的位子，就为了睡觉？是啊，我们那时候宿舍太吵了，只有图书馆最安静，特别适合睡觉。学霸的世界我不懂。舒医生好。你好，薇姐，你怎么也没告诉我丁丁也要过来？正好他去找我，我就一起来了，不打扰你们吧？不打扰，只不过我就买了2杯咖啡。没事儿，我自带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舒医生，我看他最近比较辛苦，就给他泡了点菊花枸杞。哦，那这杯你喝吧。谢谢。薇姐，我在那边占了位置，咱们先过去吧。不了，我准备和丁丁坐那个位置。走吧。
傻。你应该觉得认真看你的时候最帅。上次你说你想借什么书来着？哦，我去看看。走了。高医生，假期结束了。哦，我回来拿点资料。我给于佳丽做了检查，和她了解了情况。其实这次意外，不能全都怪你。她的胸部之前在一个小作坊动过了，人家给她用的材料也不是什么好材料，在你给她手术之前就已经出问题了。她是在我手术台上出的事儿，怪我没有做足功课。不管怎么说，我都应该负责。高医生的责任心真是让人敬佩。等一下，有事吗？你对小璇到底什么意思？你想问什么？如果你是认真的，我无话可说；但如果你只是玩玩，作为他哥的好友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好友的妹妹受伤害。我是喜欢小璇，可是他现在可能还没有打算开始一段新的感情，那也挺好，做朋友。但至于你说的那个伤害，我可不及高医生你。说得对。要不咱们也走吧，带你去吃好吃的。怎么了？有心事啊？你知道舒医生喜欢你吗？你不傻，我不信你感受不到。可是我心里已经有你了，再也感受不到其他人了。他对我来说只是朋友，而且早一点让他知道，对他而言也是好事情。我喜欢的人从来都是你，也只会是你。越来越会套路。走吧。等我一下，我还要再借一本书。那我出去等你。明明说好了一起来查资料，他竟然把郑丁丁也带来了，而且还全程都不理我，这是一起做研究的态度吗？依然，你究竟是因为你为你工作态度问题，还是因为他不替你生气，这点你有
所以，现在你也站在郑丁丁那边了，是吗？我不是说我站在哪一边，因为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他俩已经在一起了。你想想，以你为人为人，他绝不会就他丁丁再喜欢你了。这点你也能看清楚就好。我明白了，但我不会放弃，我会找时间跟他说清楚。以后，我跟宁伟锦的事情就不会再打扰你了。看什么呢？我没事。走，咱们吃饭去。老板娘。哟，帅哥学霸呀，好久不见了。哎，记得刚毕业那阵子啊，你可常来。你们好像一共是3个人，对吧？对。哎，都是帅哥美女，我记得可清楚了。哎，那个美女今天怎么没来啊？我以为啊，你们俩都应该结婚了吧？哎，太般配了。我是说错话了吗？这个是我女朋友，我们也快结婚了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原来是带未婚妻来了。哎呦，你瞧我这张笨嘴乱说话，姑娘别怪我啊，我讲话不过脑子。今天啊，我亲自下厨给你们做好吃的。老样子啊。对。好。坐。他们家的鸭油烧饼特别好吃，那时候我可以连着吃好几天。高人总拿这件事来笑我，说我看上老板娘了。那时候有舒医生在，你才没有什么心思看老板娘吧？我跟他的关系没有你想的那么好，是高人每次出来都要带着他。我一直以为高人会表白，结果你们没那么好，老板娘怎么会觉得你们现在都已经结婚了？我看今天应该吃饺子呀。为什么？你这边醋大。你们俩感情可真好。来，先吃这些啊，我再给你们烧2个菜。今天啊，我请客。那怎么能行？你带着未婚妻不去别的店，就来我这儿，当然我得表示表示了。等着啊。好。吃吧，未婚妻。谁是你未婚妻？那个病人情况怎么样了？还要很久吗？不用。王明英的身体状况基本上稳定了，然后课题需要的材料也准备的差不多了。那以后还会很忙吗？还好吧。所以我接下来的时间除了工作都是你的。那啥？不许挑食，都得吃啊！来，快吃吧。时间不会等谁，也不管着谁，爱情从不照顾直到的后悔。我只想用尽一生繁华，装点你那荒芜而寂寥的孤塔。何为前情人不知，忍受最深的伤，你全都不懂，还笑我的痴。所以前情人不知，你理所当然，但是我如何解释？爱得太奢侈。时间不会等谁，也不管着谁，爱情从不照顾直到的后悔。我只想用尽一生繁华，装点你那荒芜而寂寥的高人，我都已经收拾好了，就是暂时没地儿放，能不能我先放你那儿？可以啊。你确定不来我家住吗？我不去了，
我住酒店也挺好。好吧，那我回头直接把钥匙给你，你自己搬吧。谢了，兄弟。所以前情人不知你理所当然，但是我如何节制？爱得太奢侈，怎么开始这一句简单的问候？怎么成为你心里唯一的温柔？我知道所有的情话，没谁能一辈子说到老。时间不会等，谁也不管着谁，爱情从不照顾。我明白了，但我不会放弃的，我会找时间跟他说清楚。以后我跟宁伟景的事情就不会再打扰你了。装点你那荒芜而寂寥的孤岛，何谓前情人不知，愿受最深的伤，你全都不懂，还笑我的痴。所以前情人不知，你理所当然，但是我如何别过来！知高人，爱得太奢侈。我再最后问你一次，会不会喜欢我？时间不会等，谁也不管着谁。我知道，爱情从不照顾着我以后不会再缠着你了。再见。我只想用尽一生繁华，装点你那荒芜而寂寥的孤岛。何谓前情人不知，愿受最深的伤，你全都不懂，还笑我的痴。所以前情人不知，你理所当然，但是我如何节制？何谓前情人不知，愿受最深的伤，你全都不懂。哎，方仁哥，想喝什么？可乐吧。好，我去拿。所以前情人不知，你理所当然，但是我如何节制？爱得太奢侈。哎呀，这突然闲下来，还真有点不太适应。去找朋友玩啊！高医生不是有很多朋友吗？我哪有什么朋友啊？我朋友就那么几个，你哥、依然，还有你。哎，你今天忙不忙？要不要看个电影啊？我晚上有约了。跟谁啊？跟向医生？我约谁跟你有关系吗？也对，是跟我没关系。有什么事儿，你就直接说呗，不说憋着更难受。宁伟姐，你为什么要跟我交朋友啊？为什么这么问？
我觉得我自己太失败了，事业、感情全都一塌糊涂。以前我觉得我自己活得特明白，真的，事到临头才发现，我根本什么都不懂。你也别想太多了，你就是到坎儿上了。哎，不过手术失败，这个不是你平时的水准啊，怎么回事？手术时我有了杂念，啊，不是对病人啊，是在想一个人。我早就跟你说嘛，你喜欢舒依然就直接跟他说嘛，你干嘛一直不告诉他？怎么还提这个？不是我跟他说了能有什么用啊？再被他拒绝，多受一份打击。你不试试怎么知道？有些事儿不用试都知道。哎，就像依然要跟你表白，你会答应吗？我有女朋友，这是不一样。你没女朋友的时候，你会答应吗？你看，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这事儿控制不了。那我觉得你更应该做出选择。什么呀？选择表白或者不表白。你既然已经认定了他不会接受你，那我觉得你更应该借这个机会来做个了断，不要空留希望，一直期待。有点道理，还是有点道理。可以啊，哥们儿啊，恋爱之后说的话都不一样了。哎，行，可以了，收一下你那个洋溢的幸福感，你照顾一下悲催人士好不好？不过说归说啊，我还真是挺羡慕你跟丁丁的。好好珍惜他吧，千万别因为某些人、某些事儿，把他给弄丢了。什么意思？来。